枫丹的版本已经过去一半了，不如龙王呢也成为了舆论的常态。但在龙王之下，其他的体系我觉得也在悄悄的发芽。本期我们来尝试拆解一下枫丹战斗体系的布局，聊一聊对于未来的野望。我是提瓦特弟弟。其实整个枫丹我觉得是有多条赛道布局的，但是最强势的、最耀眼的是龙王所在的体系，因为这个赛道是队友最完备、体系最完整，是枫丹大版本主推的体系。那它就是以弗妮娜为核心的奶加服体系。那这个体系有一个通用的配对公式，就是 C 加奶加服。那它的逻辑就是以弗妮娜需求血量变动来增伤作为核心，去串联起奶妈类的角色，以一个格子的伤害为代价，提高队伍中输出角色和弗妮娜的伤害水平。在这个体系中呢，又能因为奶妈的类型去分成更多小赛道，比如以白竹为奶妈能参与到草元素相关的激战赛道，以闲云为奶妈能拓展下落攻击赛道，以夏洛蒂为奶妈可以加入冻结碎冰赛道。而以输出模型来分，又可以分为生命值和其他类型这两种支线。但很明显，以生命值为输出模型的角色是更好的选择。一是能够缓解充能的压力，二是获得额外的双水共鸣第三就是因为服扣血，生命值模型的角色相比其他模型的角色呢，有着更高的生存能力。而服生命值变动的需求虽然提供了增伤，但也扮演着限制器。一方面呢，创造生存压力，让角色不能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血量，尤其是龙王在重击的时候，自掉血加服扣血，能够快速的让龙王的血量掉至50%左右。另一方面，用刚需奶妈来实现占格子的目的，控制整个队伍的输出核心数量，限制输出水平，也就是说至多是3合队。而考虑到更多的角色是缺少抗打断的，那么大部分的时候可能就是双核队伍。也就是说，在弗妮娜稳定提供20万左右的伤害前提下，另外一个输出核心至少要提供60万左右的输出，但这并不是过去灵命的角色在0+0小毕业的练度下就能轻易达到的，因此这也为枫丹角色在数值上的膨胀提供了空间。那么这个枫丹主推的体系呢，是从 3.6 白竹就开始铺垫的，所以它适配的队友很多嘛，强度也是领先于其他体系。龙王呢是这个体系的头牌，而核心是弗妮娜加奶妈，这个体系呢在枫丹应该说是最舒适的选择了。而在这个体系之外，零散的支线呢是无服体系，他们是不刚需弗妮娜，甚至是排斥弗妮娜的。这类角色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自身带有高额的增伤，比如说林妮打纯火能获得100%的增伤，增伤效果是远好于灵命弗妮娜的。而林妮作为一个蓄力弓箭手，叠层有血量的要求，即便组了弗妮娜呢，也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且林妮3火加盾奶的配对模式呢，纵观已有的角色，火奶无论是班尼特还是夏沃雷都不能满足夫妇叠层的需求。那么当角色可以生命值变化，却无法和弗妮娜叠层联动的时候，这种设计对于角色来说就是一个 debuff。而实际上当下林妮队伍的数值是牺牲了2个格子换来的，一个是奶，一个是抗打断，所以林妮是3个格子的伤害集中到了他一个角色身上，可以说是集合了众多不利因素。而即便如此，在已经是蓄力弓箭手的情况下，还要再设计这样一个 debuff 来限制林妮和他队伍输出的水平，我想目的恐怕只有一个，就是在未来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于弗妮娜加奶妈这样锁格子的组合，来给角色提供大量的攻击力加成。那么凭借角色自带的高额增伤和锁格子的攻击力加成核心的出现，就可以绕开弗妮娜加奶妈这个大体系。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枫丹版本龙王统治下悄悄发芽的支线体系，也就是对于未来工商报体系的一种铺垫。而这种体系下又能分出更多小赛道，比如以夏沃雷为尝试的通过聚变反应作为增伤触发器的反应加直伤体系。我猜测这个体系可能是绕开弗妮娜和草元素相互结盟，比如火草燃烧加雷超载加冰打融化，或者火水雷草的熔炉队伍，以及通过加强感电来提高种门队伍中其他元素的伤害。当然，由于这个体系下的角色目前来看只有林妮和夏沃雷，具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还是一片模糊，只能说是未来的未来。好的，那么本期就是个人梳理的枫丹体系盘点。那么当枫丹进入到下半场，我相信这些暗中铺垫的支线会越走越明朗，越走越宽阔，那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